国航666联系虹桥地面121.9，再见。联系虹桥地面121.9，再见。国航666。这是易胜新出的空客 RMP 无线电管理面板。说实话啊，如果你只是偶尔打开模拟飞行，自己飞一圈看看风景，那你可能对它不会太熟悉，因为它不像油杆可以让飞机菜马上有一个反应，也不会像油门可以让飞机加油向前冲。但这块空客 RMP 无线电管理面板，它管的是另一件事：天上的飞机现在到底在跟谁说话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胡小仙儿，我们好久不见啊！这次易胜新发布的空客 A320 无线电面板呢，让我觉得特别适合聊一个很多模拟飞行玩家迟早会遇到问题，那就是当你不再只是一个人飞，模拟飞行会变成什么？很多人玩模拟飞行其实就是单机飞，这很正常。单机飞最大的优点就是自由，你想从哪条跑道走就从哪条跑道走，程序没有弄明白的就可以暂停，然后去查看解决问题的方法。觉得不爽呢，大不了重来。这种状态非常舒服，尤其是在刚入坑模拟飞行的时候，我们光是把飞机怎么飞上天弄明白就已经够难了，更何况联机飞行还需要去了解路控的对话、联飞规则等等。所以在模拟飞行的世界里，一旦不在单机，事情就不一样了。现实的空域和机场会有不同的管制席位负责，像是放行、地面、塔台、离场、区调以及进近等等。每换一个席位呢，飞机就需要完成一次通信的交接。一趟航班中从 A 点飞到 B 点，它中间会有很多次的交接，而我们的飞机就是在不断的被移交、被引导和被重新排序。在有管制的状态下进行模拟飞行联机，你就不能再像单机的时候一样随心所欲的后推、滑行和起飞，而是需要向相对应的管制席位进行一个申请。虹桥放行，下午好，国航666，请机位25栋。通波阿尔法超收，申请放行至北京首都。国航666，下午好，虹桥放行，许可放行至北京首都，按计划航路飞行，使用跑道36左，皮卡斯挂1 Delta 离场，起始高度1500米，修正海压1洞13，应答机2666，离场频率126.65。可以沿计划航路放行至北京首都，使用跑道36左，皮卡拐1 Delta 离场，起始高度1500米。修正海压1洞13，应答机2666，离场频率126.65，国航666。国航666，复数正确，准备好报。虹桥放行，国航666，申请后退开车。国航666，联系虹桥地面121.9，再见。联系虹桥地面121.9，再见，国航666。上面这一段对话就是我们在联飞时所需要做的第一个申请。对于第一次接触的人来说，其实会让人很紧张，因为它不会像是我们正常的对话交流。为了保证高效和防止误读，民航的无线电通话系统是有一套完整的规范体系，每一个环节呢都有一套具体的对话模板，甚至是部分数字和字母的发音也都跟我们的日常不太一样。就像数字1，我们要读成1，0呢我们要读成动，7呢要读成拐。26个字母呢也分别是用单词来发音，字母 A 呢念作阿尔法，字母 V 呢叫做 Victor。所以你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暂停一下，详细的来看看我们这张对照表。刚刚管制员最后的那句联系虹桥地面121.9，其实就是将我们已经移交给了另一个管制。我们通过无线电面板上的这个双层旋钮，将121.9这个频率输入给了飞机，然后将频率从备用的位置切换为激活状态。这样呢，新的频率就算切换完成了。接着呢，我们就可以向新的管制人员发送相对应的一个请求。这块 RMP 面板呢，它对应的就是这样一个具体的场景。当我们的航班开始需要和外界沟通，那它的存在也就有了价值。这块面板上的通信和导航相关的按键也都精准的复刻了下来，按键行程很短，反馈呢比较直接，双层旋钮的声音呢也相对比较闷，并不像易胜 FCU 旋钮那样有更清脆的一个齿轮声。而旁边的无线电开关呢，则是一个自锁牛子开关，跟易胜家油门点火开关一样，需要提拉起来才能上下波动。备用导航系统 NAV 按钮上防雾处的透明盖子，跟之前易胜出的 eCam 面板上的紧急按钮一样，也都真实的还原了真机上的一个样子。这也恰恰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航空细节啊，故意多一个保护，故意多一个确认，故意让我们在动手之前意识到我们自己正在操作一个更关键的功能。
连接方面呢，还是易胜原来的这一套逻辑，连好 USB 线之后，通过 SIM APP 进行识别和适配。目前官方适配的机型列表我也为大家整理好了，欢迎自取。节目的最后，我不想把易胜这块无线电面板讲成一个每个玩家都必须买的东西。毕竟，如果你不接触联飞，不在意完整的联飞流程，那它可能只是一块摆在桌面很有仪式感的东西。但如果你现在正在往联飞完整航班流程这个方向上走，那它将会是你进入下一个阶段时很具体的一块工作区。单机飞行给你自由，联飞和管制给了你边界，而飞行真正有意思的地方，往往就在这两者之间。我是导演胡小仙儿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这一期节目呢，记得点赞、关注加收藏，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